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深入探讨 HDMI 的分配器。HDMI 分配器就是将一路的 HDMI 输入之后，然后可以同时输出两路一样的讯号。这时候应用就是可以同时接2台电视。那我们在做实物上的应用的时候，通常是连接什么 PS4 啊，或者是蓝光 DVD 等等，好，然后呢一路是在电视上面显示，另外一路透过截取卡，然后进入这个电脑的 OBS 上面做直播的应用。那你目前市面上看到的，目前这时候你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的这个 HDMI 分配器，不管是这样子，还是长得是这样子，哦，大小都差不多一样。那可能是 logo 是蓝色的，或是黑色的，或者是粉红色的。那其实里面的骨子里面的 IC 都是一样的。那这是真真实实的 4K 的分配器。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说，这些 4K 的分配器跟我们市面上截取卡的相容度是怎么样？当然了，还有一些额外的黑科技的应用，就是说有一些视讯来源它有 HDCP 的问题，比如说像 iPad 啊，或者是蓝光 DVD 的，它不见得要同时输出2路，它的重要目的是要能够接截取卡。那这些市面上的分配器都能够使用吗？好，我们先接看，给你看一下什么意思啊？我们等一下这个影片会做2个实验，一个是接这个 1080p 的播放器，另外一个是接这个是 4K 的分配器，然后我们同时做个实验，看在电脑上面这个截取的会怎么样。好，我们先接 1080p 的这个播放器。好，把这个连接到这个视讯来源，把它接起来，然后接电源，一路接电视。打开，这分出来是有2路嘛，一路是接这个电视，然后另外一路我就接截取卡进到这个电脑。那这个截取卡我要做很多实验哦。第一个我是用这个最早期的这个 1080p 的这个截取卡，然后后来有所谓的这个 4K 的截取卡。啊，这些截取卡都是没有所谓的 HDCP 的破解，那我们来试试看可不可以使用。好，我们先接这个 1080p 的截取卡，然后连接到电脑之后连接起来，然后把这另外一路接上来，接进来。我们用 ANCAP 测试就好了。好，我们实际播一个影片看看。好。我们实际播一个影片看看，它是真的有影像输出哦，两边都有，电脑是也可以截取得到，然后电视也截取得到。我们现在来换另外一支截取卡看看，这一次是所谓的 4K 的截取卡，它也没有 HDCP 破解，我们来试试看，连接进来，然后把这个换掉，接上来，接进来，一样的这个分配器哦，然后我们打开来看有没有画面。你有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这个一样哦，分配器一样，但是接这个 1080p 是可以使用的，可是呢，接到这个 4K 的截取卡是不能使用的。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另外一支 4K 截取卡，它也没有破解的功能，我们来试试看。那为了版权的问题，我先把这个电视萤幕关掉。好，我接上来之后，然后连接到电脑，看看会不会有画面。再打开 ANCAP 看看，你看，它会发现很好玩，它会出现这个 HDCP 保护的问题。好，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问题？一样是这个 4K 的这个分配器，连接 1080p 的截取卡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呢，连接 4K 的截取卡是不能用的，会出现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再换一个更早期的这个分配器，会不会有这个问题？这一支嘛，这是早期的，我说这2018年的，我们来试试看。嘿，你看有画面了，很吊诡吧？接 4K 的分配器，连接这个 4K 的截取卡没有画面，那连接这个2K 的这个分配器却有画面。如果你要用 4K 的这个截取卡的话，那么你的分配器一定要用 2K， 不然还是会有那个 HDCP 的问题。你今天用 1080p 的截取卡，不管你用 4K 的还是用 2K 的分配器都没有问题。所以说你用 4K 的截取卡要特别小心。当然啦，我们公司有一款截取卡，
它是将这个 HDMI 的分配器跟截取卡做在一起。你看哦，这是我们公司的这个飞本的179 Plus 的 HDMI 截取卡，它这边有 HDMI 输入，这边有输出，然后呢，它就可以连接，不用透过这个分配器。那我们来看看它的相容度是怎么样。好，我们把电视打开来好了，打开。好，我们把这个关掉，视讯把它拔掉，接上来，把视讯接到这个的 HDMI in 的地方。然后把这些的输出接到电视的输出接过来，然后呢，这个 USB 就插上电脑。好，它应该会先有画面出来，然后呢，再打开这个 ANCAP 看一下，你看有没有？同时都有画面了，同时都有了。好，所以说啊，我们公司的这一款飞本179 Plus 的HDMI 截取卡，它具有分配器，而且这分配器的相容度还不错。好啦，我们这一段先跟大家做个总结。我们虽然采用的是 1080p 的播放器，那采用的分配器有分了2种嘛，一种是 4K 的，最近买的都是 4K 的。这时候呢，你连接这个 1080p 截取卡是没有问题的，那你连接这个 4K 截取卡就会有问题。如果你连接的是这种旧款的 2K 的分配器，那么你不管是连接这个 1080p 的截取卡，或者是这种 4K 的截取卡都没有问题。反正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那个如果你接 4K 的截取卡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你那个分配器一定要用 2K 的，不然的话会有问题啦。我们现在换成这个 4K 的播放器，那我们要做2个实验，一个就是连接这个最古老的这个 2K 分配器，好，那想当然而出来，这个出来的画面就只有到 1080p。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连接这个 4K 的分配器，看看这个 4K 分配器刚刚的那个 1080p 的那个分配器有没有一样的效果。好，那我们首先接这个 2K 的分配器，好，有画面了嘛？好，那我们把这个视讯截取卡，这支是 4K 的哦。好，这个某知名品牌的 4K 的截取卡，你接看。打开电脑的 OBS， 哦，你看这边是有画面的，没有问题。好，而且它的画面的解析度就只有到这个 1080p， 它没有到 4K 这样子。好，所以啊，用这个 2K 的分配器连接这个 4K 的播放器，是电视也有画面，跟电脑也是有画面。那我们现在换 4K 的分配器会怎么样？好。这边应该会有画面，然后这边呢有没有？看一下，你看，注意看一下，它这边写的保护有没有看到？所以啊，这样接是有问题的。你今天用 4K 的这个截取卡，你再接这个 4K 的分配器是会有问题的，因为这个 4K 的这个分配器并不会让你的这个带有这种问题的这个 HDMI 的视讯进入到你的电脑。这个是有问题的。好，我们现在介绍另外一款，这个市面上号称可以解决刚才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让这个画面丢到电脑的这个问题的解决的一个转换器。这个也不叫做分配器啊，这个叫做 HDMI 的音频分配器。它就是说HDMI 输入之后，它有一路可以将你的 HDMI 的声音给拉出来，转成 3.5mm 出来。这种东西啊，它表面上是卖这个分配器，其实骨子里啊根本就不是卖这个，它就是要卖 HDCP 的这个破解啦。好，我来实验室给你看一下。那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没有同时接2路的这个功能了。我们换成这一个，把这个电源接上来，好，视讯来源接进去，然后呢，这个 HDMI 的输出接电源。这样子，那我们再打开电脑的 OBS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啊，它是有画面的哦，你看一下，而且这边的解析度它是真的是 4K 哦。你看这边有 4K 哦，3840x2160这边有 4K， 这样子。所以说啊，如果你今天预期说你要买 4K 的分配器来解决刚刚那个 HDCP 的问题，
其实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啊，目前市面上你买到的那个所谓的 4K 分配器，你以为预期可以破解 HDCP， 结果是不可以的，你一定要买这种特殊的这种分配器，那就很麻烦了，因为这东西也蛮贵的啦，因为敢做这样的厂商真的是胆子也很大啦，这样子。好，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有一个产品叫做飞本179 Plus， 这一支。那它本身就是有一个 HDMI 输入，又有 HDMI 的输出，那是不是可以取代掉这个东西呢？我们来试一试给你看一下。首先呢，我们将飞本179 Plus 先连接电脑，先供电给它，然后再连接视讯来源，接 HDMI in 的地方，然后先把电源打开来。好，我们先进入电脑 OBS， 先设定一下。哦，你看有画面哦，我们来看看这画面有没有 4K。抓哦，这边有个 4K 38402160，抓到了 4K。好，然后我们再把电视的画面接看看，电视接进来，你看有画面吧？同时可以在电脑上截取，也可以在电视上面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再回来看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用 4K 的截取卡去截取一些有版权的一些画面的时候，你必须要接的是这一个东西，你不能用 HDMI 的 4K 分配器，那个是没办法出来的。刚才已经有做实验给你看了，你必须要接这个 4K 的分配器。好，那我们飞本179 Plus 的这一支截取卡，它就是把这个分配器把它做到 4K 截取卡里面去，就这样子而已啊。所以啊，你今天用了我们公司的飞本179 Plus 去做这个视讯的截取的时候，你同时可以在电脑上看得到画面，也可以在电视上面看到，没有问题的。我们再总结一下好了，我们刚才有做2个实验嘛，一个是用 1080p 的这个播放器，还有一个最后用 4K 的分配器。不管你用 1080p 还是 4K 的分配器，你要截取一些比较特殊的影片的时候，你的分配器一定要用 2K 的。很可惜啊，你现在这种旧款的这种 2K 的分配器已经市场上买不到了。你市场上买得到的，不管你在什么淘宝啊，或者是在什么露天啊、虾皮看到的那些分配器，基本上都是 4K 的。那你那些 4K 的分配器，不管你是接 2K 的播放盒，或者是 4K 的播放盒，截取都会有可能会发生问题。好，那你真的要确定保证那个电脑上截取是没有问题，那你就可能要买这种叫做 HDMI 的音频分配器，这个不便宜，有1000多块哦，这个不便宜。或者是你采用我们公司的这个飞本179 Plus 的这支截取卡，它保证让这些比较特殊的 HDMI 的画面可以在这个电视上显示，也可以在电脑的 OBS 上面显示出来。以上是今天的一个 HDMI 分配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实验，谢谢大家。